先来看的是此刻在地表上呢，疫情最严重的就是印度了。印度这个国家呢，此刻你要怎么形容它呢？我看到国际媒体有些人说它是一个新冠地狱，有些人觉得它就是一个悲惨世界啊。你很不可思议的看到几张图片，包括在大太阳底下，印度民众呢是排着队，拿着一个这么大跟人一样高的这个钢瓶，排队去领氧气哈。当然，这个画面对于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反映出了，事实上在印度目前全民运动就是抢氧气。我们在台湾你要输氧应该是到医院里去嘛，但是现在在印度它的整个医疗资源已经崩溃了，所以很多民众呢有能力的话，他就自己去购买氧气瓶，自己有点简单的一些设备啊，所以想办法到处去打气。当然，其实印度呢，它这个产氧气哦，它每天大概产7000万吨左右，它的每日的需求大概才6000万吨。很多人就在问，为什么它的这个供应好像大于需求，但此刻氧气会这么不足呢？其实主要就在于它的氧气呢，过去大部分是供给工业使用，那么医疗呢，大概只有占15%，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医疗这块整个大起来了。所以呢，在这个分配不均衡的情况之下，因为工业的用氧并没有减少，所以导致呢，现在这个印度的这个氧气呢，非常非常的不够。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近像包括这个美国啊、中国大陆啊，还有英国等等，它的驰援慢慢都已经抵达了印度哦。在这里，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介大使哦。您对印度很熟嘛？过去您的业务范围就包括印度哈。对，我跟他们打过蛮长一段时间交道。对，所以我想您看这个。现场应该是更加于心不忍哈，能够感同身受。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介大使，其实，在印度这已经算是他的第2波疫情了。那么这比较特别的是，他的第1波疫情呢，几乎是重创了中下阶层、贫民窟啊。但是到了去年，一份印度的疫调显示，印度的这个贫民窟呢，大概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有这个确诊，都已经有抗体了。对。所以在这一波，他们反而算是逃过，反而算是安全啊。那么这一波主要感染的大概都是中高阶层，所以最近我们才会看到，在这个英国不是好几个国家，它封掉了印度的航班不准入境，就在封之前的几十分钟，好几架英国的私人班机，印度的私人班机啦，大富豪载着全家大小呢逃到了英国去躲避疫情哦。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这个其实印度本来就是一个高度贫富不均的社会。那么有钱的人跟底层的那个次贫的过的是天堂跟地狱般的生活一样，这个对比就是天堂跟地狱。有钱的人那个富可敌国，那贫穷的人是贫无立锥，而且富他可以富好几代，贫的话就是世世代代皆贫下去。所以他本来就2个不同世界的人，当然遇到这种灾难的时候，当然这个待遇完全不一样啊。而且这个他顶层的富裕阶级，他本来就非常国际化了，那么他的这个教育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他们也知道印度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政府已经束手无策了。所以就疾病层面来讲，目前印度是属于无政府状态。那个很多你看电视上很多这个在访问这些受害者的这个罹病的家属他们说我有钱啊。我有这个我有资源，可是现在医院什么都不能提供给我，他们就非常的抱怨。那当然，这个时候能够离开印度的，他当然第一个选择就离开印度了。可是问题就是说，很多国家也得小心，因为这些即使是富豪，他本身可能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罹患这些已经要染疫了都不一定。印度就是这么一个非常非常落差极大的国家了。那真的你去他贫民窟或者那些在街上这些流落街头人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一句话就说人命贱如草芥那这种景象在印度这个举目可见。现在世卫组织预估就是印度它的这个死亡人数已经破了20多万嘛那么感染人数呢，应该是印度官方所公布的，世卫组织认为大概不止，大概是20-30倍左右那么刚刚介大使讲没有错，这个印度的这个种姓制度这个阶级非常的严明。那么
在第一波疫情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为什么第一波疫情的时候，很多富豪啊、有钱人、中产阶级没事，因为他们有一个温暖的房子啊，有一个这个坚固的小窝，而且他们很依赖这个私人医疗体系啊，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把全家照顾得很好。也许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啊，垃圾往外面丢，那其他是贫民区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第一波的疫情呢，主要是蔓延在贫民窟。当然，贫民窟呢，我们看到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些经济能力比较弱小的一些这个民众呢，他们的在印度的发言权也有限，影响力也有限，所以我们都说印度在第一波疫情当中平安度过，但恐怕不是平安度过了啊，而是很多这些弱势的声音没有办法被反映出来。那么第二波疫情为什么能见度这么高，摊诸于这个国际的镁光灯之下？主要就是第二波疫情呢，重创了这些刚刚介大使讲的有权还有有钱的阶级。因为赫然发现有权有钱在过去印度畅通无阻，但是大疫情海啸来的时候完全无用武之地呀。好，因为他的私人医疗体系也已经崩溃，你就算是平常很高档的5星级的私人医院又怎样？一样没有氧气啊，一样没有疫苗啊，等等啊。所以印度这个民众呢，可以说是有钱的知识阶级，把很多他们的这个心声抛上网。我觉得这是导致了这个印度第二波疫情这么受到国际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现在很多印度的明星啊，还有富豪都出逃，也引发了这个印度很多网友的冷嘲热讽跟愤怒。会不会进一步导致印度的国内政治危机？其实现在已经慢慢有了，因为现在 Prodi 这个政府啊，它已经在封锁这些网站上面的这些资讯的流通。那最近又没有听到，因为我前2天这个 BBC 的新闻就在特别针对这个问题啊，做了一个专题报道。那当时这个 BJP 印度人民党执政党的这个发言人啊，他是坚决否认。那他说这些都是假新闻。他说我是有封，可是封的都是假新闻，他都是把 Twitter 啊，他都给他封了。对，但真假新闻谁来判定？他来判定啊。所以那人家说呢，印度为什么可以封 Twitter 的这个哈？他说事实上 Twitter 在进印度的时候，跟印度政府有签一个约，那印度政府有权让 Twitter 突然关闭一些啊。他认为不适当的这些账户，所以他现在呢已经关了很多了。那现在看起来，因为这个大部分都是你看这个新德里地区的这个得到的报道最多了，那些都是等于社会的比较精英的。我看他那个有那些医院，你看那个设备也不错啊，啊还有救护车啊，那些进医院的人，事实上衣着从他们举止看起来都是属于比较精英的啊。这些人现在对这个政府非常非常的不满。可是印度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那么它的差距也非常大。那现在 Prodi 我看到的消息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这个所谓 approval rate， 它的那个受欢迎程度好像还没有受到严重的重创。不过我想他会去封很多网站哈，就是已经他感觉有这个危机了，他这个不满情绪哈，导致他的政情不稳。因为 Prodi 的民调率一直非常高，它是70%啊，70%。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再继续演变下去，你不得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就是说会导致印度的一个政局甚至都会有变化。不过这个目前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想，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料敌的话，应该要从宽，因为它这个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人口基底那么大，附近这个邻近国家有那么多哈，很容易产生漏洞。所以你看，其实我觉得各个国家应该要对印度这个采取比较强的防疫措施。很多国家第2天、第3天，新加坡、加拿大还有英国，他们现在都已经禁止这个印度的航班进入了嘛。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对，你像香港，它是那个事情，当时一个飞机下来100多人，结果在这个检疫期间就发觉了那么多人。好像有30-40个就是 positive 这种病例，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散播了。那另外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人染疫？这个真的 WHO 那个20-30倍啊，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4月27号单日确诊就35万啊，WHO 预估呢应该是不止啦，至少20-30倍哎，不是2-3倍，是20-30倍啊。
所以很难想象哦。另外 WHO 也告诉大家，目前印度的患者大概1/5呼吸困难，是急需氧气哈。然后刚刚这位大使讲，当然这个疫情可能会引发他国内的一个政治危机，但是就很像这个全世界的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一个操作一样。我们看到目前印度呢，您刚刚讲可能他封掉了一些 Twitter，可能是对国内政情的一些抱怨啊，但是反倒是很多对于富国、对于大国、对于联合国的抱怨，这应该是没有封掉。所以他等于是把对国内政治的不满跟这个危机转移到国外哈。当然这是很多这个惯用的一个操作的一些手法。我看到的包括哪些呢？包括很多这个网友把气现在出到美国的身上，觉得说印度大家别忘了啊，印度是疫苗很多大厂都在印度，所以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啊，印度我们自己是疫苗大厂，为什么我们的疫苗会不够？为什么疫情会这么严重？好，就做出了一个结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呢，在的时候不是疫情就起来了嘛，他当时签了一个这个国防生产法，按照这个国防生产法呢，所以后来发现美国的疫情严重之后呢，据说呢这个川普美国呢他就扣住了输往印度的这个疫苗的这个原料。那也导致印度没有原料啊，它怎么生产疫苗呢？所以在缺乏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进一步呢，一个什么样的操作跟连结，把它跟这一波的疫情整个连结在一起，所以很多网友义愤填膺，在网上说我们印度人不会原谅你们等等啊，这是一个惯常的一个操作。当然最近呢，我们看到拜登政府的这个压力就很大，所以其实这2天美国才开始进行一些实质上的一些援助或才疫苗，包括疫苗到这个印度等等。也有很多这个印度的网友帮美国算账，就发现这个美国真是囤积疫苗大国啊，囤积了好多，帮他算算大概至少有6000万剂啊，而且怎么算这6000万剂呢？可能根本用不到，因为像是 AZ 疫苗啊，他不用，美国根本也不会打嘛。对，他们美国现在其实跟印度这个中间的一个争执哈，我的判断还是这个药品的专利权的问题。对，因为印度这个国家很有趣啊。它是药品生产大国，而且它不管你是有专利还没专利，它都生产哦。因为它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医药就是救人命的。对，我们是穷国，绝对买不起你这西方最好的药，所以很多药它就在印度哈，它就大量生产。那西方国家对它也没办法，怎么办呢？只有说你生产好了。反正啊，你绝对不能拿到别的国家，你在印度生产就算了。你要如果运到别的国家，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你自己生产自己用，我没有意见。自己用可以，或者你给那些非洲国家，它事实上艾滋病的药的时候，当时国际上就有一个大辩论，就是印度就在讲说，你们这个艾滋病人家亡国灭种了，你们这些药商都是自私自利，然后把药提得那么贵，那所以我就是要生产，我就要给我们这些。讲起来好像是这个劫富济贫啊，好像很有道义感。可是问题，西方国家的药品工业是将本求利。那这个新冠这个疫苗哈，只有大陆习近平讲说，这个是人类公共财，所以他是拿来一起大家分享。可是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些药品的这些智慧财产权是属于药商的，不是属于美国政府的。那另外药商也不愿意随便的要把他的这个专利就让人家去生产啊，所以他还是希望这些都是卖钱的。他当时这个所谓的这个4国的这个 QUAD 的会谈的时候，当时美日英他就说我们我们要拿出10亿美金，然后呢让印度来制造药来给世界各国，可见这才是要给钱的，不是免费的。那印度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先把你的药的这个配方拿来，我要大量生产。那问题，所以美国人还是慷他人之慨，因为 AZ 是英国的，然后他事实上是订购了，可是没有销量，所以他们现在是动这一笔，有人说是4000万，有人是6000万剂这个 AZ 疫苗要给印度。那当然，其他的呼吸器啊，或者说氧气制造器材我想各国都已经大量送到印度去了，包括大陆的，我的了解已经送到印度。那可是也有人讲，印度这个疫情到现在这个情况你即使现在疫苗送进去也就是说为时已晚。另外，他现在的印度有13亿人口。他听说他打的注射率不到3%呐，所以大部分人口都没有，要形成群体免疫，我觉得难上加难了。欧洲曾经多次限制欧洲的这个疫苗外销的，
对。那么一切要以欧洲为优先。你知道像塞尔维亚这样子的国家啊，它现在疫苗多得不得了。它进去打疫苗的时候啊，它有各国的疫苗。不同的房间，你要打美国的还是打英国的，还是打中国的，还是打非常幸福。但他老百姓还不太愿意打。对啊。那美国现在已经打了2亿剂了，2亿人次。好，那他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大概今年好把它7月国庆就可以解封了嘛，全部解封。那可是有人说他囤积的量是美国人口的2倍。也就是6亿剂，可是他不愿意拿出来，因为他现在还是要把他自己的国家这个整个的群体免疫尽快造成。那问题是现在美国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怎么样，他拒绝去打。对，现在拒绝打的在欧洲也有这种人，所以现在真的是有些地方啊，就是说朱门酒肉臭啊。那么路有冻死骨，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世卫组织谭德赛骂了好几次，他说这个是人类这个社会的耻辱啊，这是疫苗民族主义是最不可测、最不可有的。可是问题，欧洲跟美国国家，今天我就是把我自己人放在第一位，你们其他人等我自己照顾好，我来照顾你，所以他就是摆明了。那你像这个日本这次菅义伟到美国去访问，本来都以为说他回来，日本人都认为他可以带来很多疫苗，结果他也没有。所以你像日本跟美国关系这么深，拿不到。那韩国的那个总理在那边讲说患难见真情啊，也是对美国人喊话。反正5月他们这个文在寅要到美国去访问，我看可能也会空手而返。所以现在疫苗是稀缺物资。那有的人说就是说，等欧洲、美国这些国家都打完以后，他们到群体免疫，它可以开放以后呢，这些疫苗就会都出来。可是呢，基本上欧美的疫苗还是要卖钱的，因为这个不是属于欧洲政府，也不是属于美国政府，是属于欧洲、美国这些药商的，所以他们还是要卖钱的。所以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这个样子啊，就是大难来时啊，这个大家自顾自的。对。所以从这个疫情还有这个疫苗，大家真是看到了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个现实啊，没有错。所以平常不要这个太理想化。我们看到刚刚不只是这个谭德赛啊很感慨，其实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首席防疫官佛奇最近也讲了一段话嘛哈，他说在这个印度的疫情上呢，他认为富国并没有提供公平的医疗。我觉得他讲这个话也真是不容易，因为他是美国人，他是美国的首席防疫官，对于印度的疫情他也感到不忍。所以刚刚介大使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在国际的政治现实之下，平常承平时期大家讲的都很好听嘛，什么人道优先啊，什么救援啊之类的。但是真正发生大难的时候，不只是我要保护我的国民，而且呢，我为了种种变数，我可能囤积2倍、3倍。对。囤积到过期，我可能不愿意拿出来啊，就是这样。那我就算拿出快要过期的给你，你还是要花钱跟我买啊。另外像 COVAX 也是一样，你钱其实已经缴了，但是当然这种买卖在平常你不会接受了，你就负责缴钱，你不要问我什么时候到，你不要问我疫苗有没有效，你不要问我疫苗会不会过期，是不是即期品，反正你钱缴了再说。那飞机飞到一半我再告诉你就好。当平常我们来听觉得匪夷所思了，但这就是现在的一个世界。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题，我想问一下介大使啊，从这个疫苗的分配，还有这整个世界的残酷，你来看，在这次疫情过后，你觉得世界的这个秩序会不会重新改组？特别是我觉得给各地区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省思跟警惕？我想这个还要靠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看他们有没有一个觉醒啊。就是他要认清楚这个世界上最能够在患难时候能够伸出援手到底是哪一些国家。其实我们从2次大战以后看，其实美国对这个世界带来的，你说它也有一些正面的啦，可是它带来的战争是最多的。确实。那这一次这个新冠疫情，那么是正好证实了美国这个国家的利己的倾向有如此之强，他是自己利益放第一，可是他常常他在外面塑造形象，他都是在乎别人的事情的。那这一回这个事情啊，就正好大家都有目共睹嘛。那欧洲是更有道德情操的，他自认为他的道德水准也很高，可是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发觉他还是欧洲第一。所以真正像我认为就是说，如果说将来大家要比较能够有一个比较
平均的哈，或者是这种天下一家的观念的话，还是要把这个国际组织的力量给它好，把它扶植起来。可是因为我有一点国际组的专业，我在国际组织也待过哈，我一直认为国际组织事实上现在来讲的话是没有办法发挥什么功效的。因为我们以世界卫生组我们以世界贸易组织来讲的话，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的贸易的这种手段啊，基本上完全违反 WTO 的基本规则。可是又能如何呢？又能如何呢？那你说联合国很了不起？我们以前读这个国际组织的第一课就讲说，联合国整年的预算还不如东京市政府消防厅1年的预算。所以他是徒有理想，没有工具。那今天谭德赛在那边用 COVAX 来讲的话，他手上没有资源，就是没有资源。那靠谁呢？靠美国，美国不给；靠欧洲，欧洲不给。那么靠俄罗斯、靠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可能还有一点机会。那所以世界还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世界。那么还是要相信自己，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在灾难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能够依靠的真的是很少。对，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印度呢赶快从这个疫情当中走出来啊，也希望我们台湾的疫情要守得住。